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榆树中的头骨。这又是一个死者和凶手至今都没有找到的案子。这件案子非常蹊跷，因为谁也没有想到，在巨大的榆树的中间竟然可以拿来藏尸体。且不说凶手是如何做到的，他的死法就让人匪夷所思了。事件发生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10月左右，在英国，4个小男孩在树林中掏鸟蛋玩。树林里有一棵巨大的榆树，树根盘旋交错，其中一个男孩试图爬上去看看，发现空心的树干里有一个圆形的白色物体。一个男孩拿着棍子把它从树中取了出来。4名小男孩看到之后大吃一惊，这不是什么动物的头骨，而是一个人类的头骨。他们说好不跟任何人提起今天的所见所闻。回到家后，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弟还是很害怕，于是向父母坦白告诉了这一切。警方开始搜索这棵大榆树，树干的空心部分差不多5米多，除了头骨以外，调查人员还在附近搜查到一副几乎完整的骨架。这些散落的尸骨很有可能是被小动物叼落的，比如松鼠啊、狐狸之类的。调查人员还找到了鞋、金戒指和一些衣服碎片。尽管头骨缺少了小部分牙齿，但是上面还是有清晰的牙齿和一撮头发，很有调查价值。法医开始对尸骨进行检查，很快便得出了结论：死者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，死亡时间至少是18个月前了。从骨头来看，法医排除了疾病或者受到暴力的可能。蹊跷的是，死者的嘴里还有一团塔夫绸，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服装料子，也就是说是死于窒息。警方公开了死者的基本情况：女性，身高1米5几，浅棕色头发，穿着蓝绿色条纹开衫和绿色裙子，脚穿5码半的蓝色鞋子。然而她的手上还戴了一只金色的结婚戒指。因为尸体发现的地方很蹊跷，在树干的空心处，这已经可以排除了自杀的可能了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把自己放在那里。这是一桩彻底的谋杀案。那这到底是谁干的呢？死者的身份又是什么呢？警方通过发现的尸体不难分辨出死者生前的模样，但由于战争期间有许多人失踪，记录太多，无法进行正确的身份识别。他们把整个地区的失踪人员报告都翻了出来，对比细节线索，没有一个身份相符的。由于牙齿的线索非常特殊，他下颚的前牙重叠，右侧又拔过一颗牙齿，所以他们联系了全国各地的牙医，但也毫无进展，没有人能够认出死者的身份。在1944年，位于上迪恩街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具手写的粉笔涂鸦，谁把贝拉放在了女巫榆树上？虽然尸体已经发现了快1年了，但新的线索还是让调查人员如获至宝。他们开始追踪贝拉是谁，谁写的涂鸦。没过多久，海顿山路上的一所房子上也被写上了相同的涂鸦。警方推测，能够正确写出榆树写涂鸦的人应该来自乡村。后来，涂鸦就心灵出现在发现该女子尸体的哈格里方肩背上，但依然没有线索。9年后，又出现了相同的字体和涂鸦。这次，警方终于调查出写涂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实情，这个贝拉很可能是凭空捏造的。而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无聊，他唯恐天下不乱，所以说在不同的时间，在不同的地方写下了相同的标语。关于死者的身份有几个猜想。在1953年，有名女性向警察发表声明，她的前夫承认是她和一个河南人将这名妇女放在树上的。起因是他们2个人在一家酒吧喝酒，那天晚上比较晚了，这名女子喝醉了昏倒了，于是这2个人便恶作剧把她放在了空心树上。谁想到她早上醒来的时候吓了一跳，因为她反复梦见一个女人从树上凝视着她。后来她的前夫住进了精神病院，在发现这具尸体之前，她就已经死在医院里了。有人质疑真假，因为这个女的直到前夫死后10年才向警方提供了这个消息，有点说不过去。猜想2， 1953年有人提出死者是间谍，通过非法渠道来到了英国，企图在空袭中得到情报，因为知道太多而被德国间谍圈杀害。猜想3，警方认为这名神秘女子是死于一场空袭中，空袭警报响起后，她在树林里逃窜，试图躲起来。不幸的是，她被人袭击遇害了，空袭的警报声掩盖了作案的声音，家人以为她在空袭中丧生了，所以没有报警。但是这样不能解释尸体是如何放在榆树中的，而且口中的服装料子是如何塞进去的呢？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是扑朔迷离。后来也有人猜想，当年德国的间谍圈痴迷于神学，并试图通过使用巫术来获取情报，以至于在榆树当中修炼。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树中的贝拉到底是谁呢？这几个猜想是否能够说得过去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